俄乌冲突依然在不断持续，西方国家开始全方面的制裁，造成油气价格飙升，能源危机再度加剧。为何日本将付出代价？俄乌冲突从普京宣布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但双方依然没有停手的打算，反而愈演愈烈。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也越发不明朗，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在军事方面下场，但也纷纷开始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手段。据统计，目前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采取了2778项经济制裁。注意，这只是经济制裁。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全方面的，其中还包括媒体领域的制裁。英国和欧盟已经封禁了俄罗斯的全部电视台，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限制了俄罗斯媒体和用户的多平台访问权限。像推特、脸书、微软、苹果都封禁了俄罗斯和乌东的账号。运动领域的制裁，国际奥委会敦促所有国际体育联合会重新安排或取消计划在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举行的体育赛事，同时禁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北京残奥会。简单来说，就是对俄罗斯进行全球体育禁赛。除了经济、体育、媒体外，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包括音乐、电影、文学、学术，甚至是游戏和动物。这些各种领域的制裁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俄罗斯的方方面面。但最近又一项制裁可能影响的是全世界。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能源禁运，美国将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美国这一举动过后，许多西方国家开始纷纷效仿。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作为美国的小弟日本，在美国发起对俄罗斯史上最严厉制裁以来，一直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步伐。但是在拜登宣布制裁俄罗斯能源后，日本却坐不住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立即对禁止进口俄罗斯产石油持否定态度。他还在公开场合表示，拜登明白许多盟友不能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日本这次也不敢再跟随美国的脚步了。岸田文雄还很聪明地通过媒体喊话，希望拜登能够理解日本的这一举动的迫不得已。这跟俄乌冲突开始时岸田文雄公布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全然不同。日本在表忠心和国家发展之间选择了后者。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3.6%的进口原油以及8.8%的液化天然气都来源于俄罗斯，其余85%的石油进口依赖于中东。看起来，虽然日本因为地理因素原因，大部分能源依靠进口，但俄罗斯的油气能源对于日本来说比重不大。为什么日本这次这么果断地放弃跟随美国脚步，反对俄罗斯能源禁运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在中国被称为库页岛，既然这座岛屿有中国特有的称呼，就说明在历史上的萨哈林岛是属于中国的。萨哈林岛在历史上曾被中国多个朝代直接或间接统治。在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也就是说，库页岛在历史上是被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域。但19世纪中叶，俄国又通过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当时的清政府割让库页岛。到了20世纪，日本又通过条约获得了库页岛南部。几年的时间，日本就统治了库页岛全境。最后，俄罗斯又通过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使日本放弃了库页岛的主权。库页岛也就在国际上被称为萨哈林岛。可以看出，萨哈林岛在200年的历史中几经易手，从最开始的中国领土到俄日两国为此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主权归俄国所有。为什么俄日两国要争夺萨哈林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萨哈林岛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黄金等矿产资源，这任何一种资源都值得两国的不断争夺，何况是能源资源和硬通货都具有的萨哈林岛。上世纪90年代后，因为萨哈林岛的能源资源丰富，俄罗斯与印度天然气集团、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多个国际石油巨头联合开发了萨哈林1号项目。这一项目成立至今，已经开采出了上亿吨的石油和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所以，虽然日本大量的能源进口来自于中东，但这并不代表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不重要，并且还有着萨哈林岛这一能源丰富的岛屿存在。如果一旦宣布俄罗斯能源禁运了，这对日本能源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日本能源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一个国家能源问题得不到保障，就不用谈发展了。
另外一点，我们都知道，中东是地球油气能源最丰富的地区，但还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第二个中东，那就是里海。里海也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并且日本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为打通里海的石油进口运输，投入了不计其数的国家资源。而里海油气资源主要为沿海5国所有，其中便包括俄罗斯。俄罗斯与里海沿海国家的关系也十分深厚。在这次的俄乌冲突中，也并没有跟随美国来制裁俄罗斯，所以一旦禁运俄罗斯的油气，日本数十年在里海的投入将会前功尽弃，化为泡影。所以日本根本没有勇气再去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并不是日本这一次不追随，日本国内的能源问题就能够得到保障。我们前面谈到了，日本从俄乌冲突开始就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并且是在制裁俄罗斯上表示非常活跃的几个国家。俄罗斯也早已将日本列入了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当中。俄罗斯与日本的油气交易现在十分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使得双方的交易彻底停止。在多方面的影响下，日本的国内能源问题将日益严重。面对这一困境，还有欧洲地区的国家。去年欧洲地区国家的能源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了。俄乌冲突让北溪2号管道项目彻底失败，再次让欧洲地区国家的能源问题雪上加霜。加上又要硬着头皮跟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的制裁，欧洲的能源问题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可能会有人说，中国或将成为俄乌冲突中少有的赢家，因为俄罗斯的油气被西方国家全面禁运后，中国可以进口大量的俄罗斯油气作为能源储备，同时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至于美国一再警告中国制裁俄罗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已经非常明确了。中国不是像日本和欧洲地区国家那样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也就无所顾虑。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全球的石油市场是一个整体，不能将整体抛开，只讨论一小部分。全球市场感冒，中国也要跟着打喷嚏。俄乌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对俄罗斯的石油供给造成了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会对全球整体的供应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实际上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行为，搅动着国家能源市场不得安宁。近期国际原油市场石油价格不断走高，伦敦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2月底就已经突破了100美元，最近的一次破100美元还是在7年前。有专家预测，在俄乌冲突的持续下，全球原油供给每天或将收缩230万桶，原油期货的价格也可能攀升到150美元。局部的能源危机或将转变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在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